日前，立陶宛关闭了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的铁路运输通道，宣称这是执行欧盟的对俄制裁。之后呢，还变本加厉，决定把公路的一部分也纳入其中。立陶宛敢于横挑强邻，背后有哪些因素？有谁在给他撑腰？立陶宛呢，它是虽然不太情愿，但是这么多年以来呢，它一直承担着俄罗斯物资过境的任务。但是因为双边关系不太好，所以呢，在2007年的时候，当俄罗斯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的时候，立陶宛就在它的边界修建了新的军事围栏，而且呢，凡是有俄罗斯的军人登上火车运送到加里宁格勒的情况下，立陶宛都会派直升飞机跟踪这个俄罗斯的火车。所以呢，现在在俄乌冲突爆发的情况下，立陶宛它有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它作为波罗的海的一个小国，是惧怕俄罗斯的。而且呢，它现在作为欧盟和北约的成员国，现在叫嚷的非常厉害的情况下呢，实际上是想拉北约和欧盟入伙。它的目的就是挑事，然后呢，通过挑事来实现自己的安全利益。现在这个波罗的海三国都是北约国家，他们还是比较相信北约的保护力量。那么当然也不排除一些有一些北约主要国家，像英国什么的，对他们表示支持啊。因为大家都注意到，英国首相约翰逊不是想搞个新联盟嘛？联盟的核心就是英国啊、波兰啊，还有波罗的海三国啊，对吧？大概这3个因素导致他做出了一个很冒险性的决定。立陶宛尝试用这个北约机制为自己背书，但这里面呢又涉及到一个很微妙的点，就是所谓的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集体防御条款。这个集体防御条款呢，现在在媒体传播的时候，把它理解为一种自动开火机制。这个从传播的意义上来说，符合一般人认识和理解的一个框架，但和北约的条文有微妙的出入。就是说，北大西洋公约的第5条其实是一个反击条款，但是它不是一个军事反击条款，反应当中会包括军事手段，它也不是说直接开火打仗，更没有自动触发和宣战机制。当然，这些细节和技术层面的东西，对于立陶宛现在的政客来说，他是不关心的，他也是没有兴趣去关心的。他更多的关注的是一种短期里面的宣传和传播的效果。但这个危险确实存在啊！如果这个立陶宛这个案例啊，在蔓延到别的国家，是吧？那么终有一天呢，它会引起反弹啊！这一反弹就非常非常的危险啊！一旦发生了俄罗斯和这个北约的冲突啊，那么其实就是第3次世界大战了。而第3次世界大战其实是有核冲突的危险了，是吧？这个是全世界都要注意的，都要一起来制止的。在乌克兰战局不利的情况下，立陶宛出手挑事儿，是想给乌克兰减压吗？金先生，现在跳得特别高的应该就是英国、美国，还有那个新欧洲，那么在新欧洲国家当中呢，好像这个波罗的海三国就比较突出，尤其是立陶宛啊，所以我想不排除吧，这个立陶宛这个心理啊，在俄乌冲突乌克兰方面现在处在不利处境的情况之下，他出个牌减轻一点压力，达不到这个效果，就是除非，就是说自始至终你去看，俄罗斯没有对波罗的海三国去谈过这种领土诉求和，就是说在他的认知范围里面，波罗的海3小国和乌克兰是2回事。之所以称之为波罗的海3小国，就是他们3个加在一起也没多大。他在地缘政治上就是讲人口、讲地理位置，他对俄罗斯没有任何这个意义跟价值。你说因为波罗的海的挑事儿，所以我就转移乌克兰的方向，在那边再开辟一块，这个不太可能。最近几天，一个弹丸之地成为了俄罗斯与西方博弈的火药桶，它就是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州。这块俄罗斯飞地被立陶宛的国土团团包围，面积仅1.5万平方公里。根据俄罗斯2022年的统计，这里人口大约是103万。6月18日，立陶宛宣布不再允许欧盟对俄罗斯制裁清单中的商品经由铁路运送至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其中包括煤炭、金属、建筑材料、高科技产品等。
到了6月21日，立陶宛将禁止范围从铁路运输扩大到了公路运输。分析认为，这就是2战之后俄罗斯遭遇的最具挑衅的陆地封锁。加里宁格勒要想获得俄本土物资，唯一的铁路运输就是要途经立陶宛境内，每月大约会有100列火车通过立陶宛的铁路前往加里宁格勒。目前遭禁运的货物就已经影响到了该州和俄其他地区间运输货物种类的40%至50%。对于立陶宛公然撕毁与俄签订的过境自由协议，俄方果断出手。除了召见立驻俄临时代办对立陶宛这绝无前例的敌对行为表达强烈抗议，还严厉警告称，必将采取能让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感到痛苦的必要措施。实际上，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罗斯进行了多轮制裁，前5轮的制裁措施都对加里宁格勒进行了豁免。6月初公布的第6轮制裁中则没有豁免，因此立陶宛说此举并不是自己的个别制裁行动，而是为了履行欧盟的制裁措施。在宣布前也特意咨询了欧盟委员会的意见。此外，立陶宛还特意强调自己没有全方位无死角封锁，没受制裁的乘客货物照常过路。Tai reiškia, kad jokios blokados nėra, jokio uždarimo nėra, tranzitas vyksta, žmonių tranzitas vyko ir vyks, nebent Europos komisija nuspręstų kažkaip tai kitaip ir per darybas dėl pagrįstų sankcijų kažkokių, bet kol kas tokių ženklų aš nematau。分析认为，立陶宛也是借机行事，看准了俄乌战事未决，俄难以双线作战，所以选择此时给俄罗斯下套。要知道，其实自俄乌冲突以来，立陶宛就与波兰一道冲在反俄最前线。除了一早就把俄罗斯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在能源禁用方面，该国更是顶着国内超高通胀禁用俄罗斯能源。据报道，从6月18日到现在，世界各国记者云集加里宁格勒州以东约100公里。立陶宛境内的德鲁斯基宁凯小镇四处寻找第3次世界大战的影子，却发现立陶宛的边境哨所连值班士兵都不齐备。当地民兵训练的负责人则懒洋洋地表示，俄罗斯不会对我们开战。我们知道这个加里宁格勒原来是俄罗斯的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但是从这个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其实俄罗斯把大量的原来住在这个加里宁格勒的军队和这个军事设施都抽调到了这个乌克兰前线，所以可以说现在这个加里宁格勒它的这个防务相对之前是比较空虚的，而且现在有很多军事专家评估，其实俄罗斯在最近一段时间并没有加强对这个加里宁格勒还有对这个波罗的海区域的这样一个防务，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立陶宛现在敢于这么挑动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认为俄罗斯现在无暇顾及这样一个加里宁格勒。分析认为，立陶宛虽然是一个小国，但野心并不小。立政府此前就多次试探，要求北约或者美国单独在他们国内建立军事基地，永久驻军，其目的就是要当东欧小国的领头羊，但被拜登政府多次拒绝。这次出头也是想进一步向美国卖好，给自己抬身价。首先，第一个就是他可能为了巩固自己的这个援乌抗俄前线的这样一个国家的地位和作用。那么有一个数据就是截止到这个5月底，其实这个立陶宛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了1.5亿欧元的这样一个援助，这个是在全球来说这个数额是很高的。希望能够达到一种让自己成为这个西方阵营里面所谓价值观外交的这样一个先锋，来获得更大的这样一个话语权，来实现自己在这个波罗的海3国里面的大国的这样一个地位和一个优势。近日就封锁加里宁格勒问题接受英国广播公司专访时，立陶宛总理西蒙尼特就强调，当前立陶宛最重要的需求就是北约增加在苏瓦乌基走廊的军事存在。苏瓦乌基走廊指的是加里宁格勒州与俄罗斯本土之间距离最短的陆路通道，有约100公里，途经立陶宛与波兰边境，再由白俄罗斯进入俄罗斯境内。近期，美国政客杂志就将苏瓦乌基走廊称为全球最危险的地方。从地图上看，若俄罗斯以武力手段取得该通道，波罗的海3国将彻底与欧洲其他国家在大陆上隔断。因此，有观察指出，立陶宛此次发难也许并不只是为了刁难俄罗斯，还意在孤立加里宁格勒。因为如果这次俄罗斯反应不大，下一步立陶宛就有可能会联合挪威、瑞典对加里宁格勒进行海空封锁。它跟这个所谓西方世界跟南边的波兰接壤的这个边境线，只有很窄的大概100多公里的这样一段，所以一旦这个俄罗斯如果对它采取一个
相对来说比较敌意行动的话，那么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如果他们能够联合的话，将会对这个立陶宛实行一个这个包围和封锁的，使它陷于这样一个不利的态势。所以这个立陶宛它其实一直以来就想解决这个南部这样一个战略缺陷的这样一个问题。And I do not believe that Russia will challenge us in military sense, because we are NATO member. 要知道，立陶宛早已是欧洲大陆公认的反俄桥头堡。就在这个月初，立陶宛议会还提出公共空间去苏联化法律草案，包括拆除苏联时期纪念碑和重新命名路名。瑙塞达的这番说辞，无疑就是非常直白地告诉俄罗斯，如果敢对立陶宛动手，将会触发北约的集体防御条款。立陶宛它作为一个小国，它希望发挥这个所谓的在区域里面比较突出的这样一个作用，它就必须要在各种这个国际组织中，来强调或者突出自己的地位。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立陶宛它通过北约来实现自己这个国家利益的一种手段吧。包括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可能是在这个北约峰会上会提出这个立俄矛盾，也是跟他的这样一个思路是一脉相承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立陶宛它还是希望通过把自己跟这个北约和欧盟捆绑，然后来这个让北约和欧盟出面来向俄罗斯施压。如果他自己单个国家来面对俄罗斯的话，当然他是这个对抗不过的。但立陶宛能得偿所愿吗？恐怕也很难。其实，在封锁加里宁格勒之前，立政府曾通过常规手段进行了最后一次努力。6月初，德国总理舒尔茨在访问维尔纽斯时，曾承诺向立陶宛派驻一个约3500人规模的强大战斗旅，但随后在北约和欧盟内部引发巨大争议。最终，德国政府在6月中旬澄清，这个旅只有极少部分兵力转移到立陶宛，具体而言，大约50人。而且，除了波兰总理，大多数欧洲国家高层其实并没有积极回应立陶宛的需求。即使是同属北约成员国的波罗的海3国之一爱沙尼亚，也有执政党议员呼吁立陶宛政府采取更谨慎的政策态度，暗示其对加里宁格勒的封锁措施过于冒进。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汉密尔顿就指出，考虑到芬兰、瑞典将加入北约，波罗的海本质上已经是北约湖泊。北约力量可以全方位对加里宁格勒的俄军力量实施威慑，而非依赖本就脆弱的苏瓦乌基走廊。换言之，因为立陶宛本国的安全问题和俄罗斯开战不值得。而更重要的是，俄罗斯之前就有撤销承认立陶宛独立的打算。如果一旦正式实施，就意味着俄罗斯同立陶宛之间存在着领土争端。那么，按照北约的入会条件，有领土争端的国家不能加入北约。如此一来，俄罗斯就有可能会迫使北约将立陶宛踢出去。Было заявлено и Евросоюзу, и Литве о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изменения предпринятых шагов. Если этого не произойдет, тогда они будут введены. 事实上，立陶宛也是给自己留了后路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从立陶宛过境的加里宁格勒到俄罗斯本土的客运列车仍正常运营，每天6班，而所有加里宁格勒居民依然享受从立陶宛过境免签的特殊待遇。Мы все же надеемся, что разум у наших соседей победит безумие, которое сейчас они творят. Поскольку, как и большинство санкций, вот эта мера, она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болезненно бьет по экономике Литов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Напомню, что наши соседи очень неплохо зарабатывают на калининградском транзите. 立陶宛挑起事端之后呢，又坚称不是自己的决定，而是欧盟的决定，他们只是在执行欧盟的决定。但是呢，欧盟反而表示无意封锁加里宁格勒，并且将审查对俄制裁指导方针，以避免违反欧盟和俄罗斯的协议。这里面似乎是存在着立陶宛和欧盟的博弈，沈先生怎么看？就是立陶宛就挑事儿嘛，就说实话，在欧盟里面，立陶宛是 nothing， 欧盟非常尴尬，他就是要维持一个跟俄罗斯就看上去很吓人，但其实下面是有托底的这么一种关系。然后立陶宛就在这个时候来反复横跳，戳啊戳啊戳啊戳。欧盟其实是希望能够让俄乌战争尽早结束的，并不想看到立陶宛挑事，把冲突升级。但是立陶宛呢，它是借此机会试图把欧盟和北约与自己捆绑在一起，或者说呢，给欧盟和北约设了一个陷阱，迫使欧盟和北约在道义上不得不支持立陶宛，
给立陶宛更多的安全承诺。所以在这个事情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欧盟和立陶宛彼此的利益其实是有差别的。所以你看那个俄罗斯是不是当天就召见那个欧盟驻俄罗斯大使表示抗议嘛，对吧？欧盟现在好像现在也在犹豫啊，在讨论啊，有可能欧盟会出来协调。俄罗斯官方并没有明确将会如何反击立陶宛，但是呢，有俄罗斯媒体就列举了一系列可能采取的行动，其中包括撤销对立陶宛独立的承认，声索，也就是要求收回立陶宛唯一的主要海港城市克莱佩达。那么俄罗斯真的会这样做吗？关于这个问题，欧盟内部呢也有不同的讨论。那有人说，除了上面提到的，俄罗斯也可能会对立陶宛发动网络袭击。而且呢，也可能会发布对立陶宛的官员的旅行禁令等等的一些制裁措施。但无论如何，其实立陶宛和俄罗斯的关系本来就不好，而且呢，这次事件之后，立陶宛需要更紧密的跟着欧盟和北约的脚步走，防止俄罗斯对立陶宛单挑的这种报复措施。有俄媒就透露啊，俄防空部队有可能启动对立陶宛空域实施封锁的措施。但是有分析认为呢，这样的一个举动将会被视为对立陶宛事实上的宣战，可能引发北约与俄罗斯的热战。沈先生，您认为俄罗斯会采取这个措施吗？俄罗斯媒体的话，你也打点折扣吧。有的时候它上面放狠话的比较多。我的防空部队封锁你家空域，那不就打起来了吗？这除非俄罗斯准备进行两线作战，标准意义上的两线作战，开辟一条立陶宛战线。那一般来说，军事上打两线是大忌，尤其是他前一阵子打成这样了，他还要再打两线，那简直就是有点秀逗了那种感觉。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消息，不说完全不靠谱吧，因为肯定有人在聊这个事儿，但具体产生多少后果，可能还是需要耐心观察。就目前可能俄罗斯还是优先别的手段来解决，我觉得首先还是外交手段。他目前呢，主要是跟欧盟来沟通。当他总是的备一个最后手段嘛，最后手段当然是军事了，啊，军事手段呢，像比如说通过白俄罗斯就靠近那个立陶宛啊，在白俄罗斯那里部署防空武器，设立事实上的禁飞区，是吧？那对立陶宛是有压力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这个问题里面提到的，他筹划啊，在这个加里宁格勒附近吧，搞这个海军演习，那么他可以海上封锁这个立陶宛，对吧？如果空中海上一封锁，那立陶宛也是很困难的。它作为一个预备手段，就提醒你啊，我可以封锁你的领空，可以封锁你的领海啊，这样你封锁我的飞地，我也可以封锁，反封锁，对吧？啊，那个时候，哎呀，俄罗斯和北约直接冲突的风险确实就大大的增加了。针对立陶宛企图封锁加里宁格勒，俄也引用国际协议与国际法对其进行谴责。比如1947年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规定，每个缔约国都有沿最便于国际过境的路线过境的自由，用于进出其他缔约国领土的过境运输。1994年与2002年，俄罗斯与欧洲签订了2份关于加里宁格勒的合作协议。文件指出，欧盟负责出资建造多个该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保障和促进进出加里宁格勒的货物贸易和人员流通，促进过境程序现代化。当时的法律规定的是，俄罗斯本土与加里宁格勒这个飞地之间的这个陆路连通的一些细节、技术性细节规定，这个欧盟，特别是在波罗的海3国加入欧盟以后，给予的这种便利化措施。这个可以说这些条约是有法律效应的，过去是一直在执行，但是俄乌冲突之后，欧盟出台了第4轮、第5轮的制裁中，实际上呢就是限制了俄罗斯商品过境，是国际备忘录更具有法律效应，还是说欧盟的法律、欧盟的制裁措施更有效力？实际上这是存在着巨大争议。6月24日，俄罗斯总统协俄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对解决立陶宛对加里宁格勒的交通封锁问题下定了决心，但不会急于做出决定。佩斯科夫称，克里姆林宫不排除立陶宛取消对加里宁格勒的交通限制的可能性，但俄方正在为更坏的情况做准备。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网站6月20日刊文，列举了俄罗斯可能采取的反制措施。俄罗斯政治学家亚历山大·诺索维奇表示，俄罗斯可以选择撤销对立陶宛独立的承认，
他提醒，认定立陶宛退出苏联不合法的想法，从1991年9月5日开始就有。此外，俄罗斯还可以要求收回立陶宛第3大城市以及唯一的海港城市克莱佩达。根据2战后由苏联、美国和英国3方共同商议的波茨坦协定的决定，德国将梅梅尔和科尼斯堡转交给苏联。后来，斯大林内部决定将科尼斯堡交给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成为现在的加里宁格勒；将梅梅尔交给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为现在的克莱佩达。苏联解体是签署的别洛维日协议，确定了各个加盟共和国的边界划分和领土归属。张宏认为，俄方对立陶宛领土方面的反制手段，更多的还是一种宣示立场的外交表态。那别洛维日条约确认的就是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土是一种合法的边界。那么现在俄罗斯提出要把克莱佩达的问题再重新提出来，或者说甚至不承认这个立陶宛的这个独立等等这样一些说法。当然，这是俄罗斯一种情绪上的一种宣泄，也是俄罗斯遭遇这样一种所谓的外交上被侮辱或者说被轻视的这样一种激烈的反应。张宏认为，目前俄罗斯在西线与乌克兰的冲突依然激烈，这个时候再对立陶宛采取军事行动并不现实。但俄罗斯可以利用经济手段打击立陶宛，或者是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对立陶宛切断物流通道。立陶宛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他已经在5月份宣布单方面的停止从俄罗斯进口所有的能源，包括石油、天然气、电力、煤炭。首先，能源这一项就排除了。但是克莱佩达的港的这个货物，海陆货物的联运啊，有一些货物是需要通过俄罗斯境内运输到克莱佩达，再出口转运到其他城市、世界上其他国家。那么俄罗斯可能会限制陆路上通往立陶宛的这些货物，来对立陶宛做出一些经济上的惩罚。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make clear the EU position that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banning of transit,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blockade. I appealed to the Russian side to remain cool-headed, not to escalate. 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的一系列强硬表态已经得到了欧盟方面的回应。欧盟外交及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6月23日在记者会上说，欧盟不寻求对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地区实施封锁，并将审查其制裁方针，以避免封锁进出这块俄罗斯飞地的交通路线。为什么立陶宛点火，欧盟却着急灭火？因为欧盟承担不起背锅的代价。加里宁格勒位于欧盟和北约成员国立陶宛和波兰之间，到波兰首府华沙约为400公里，到德国首府柏林为600公里左右。俄罗斯部署在这里的核武器和常规导弹能够有效覆盖周边几乎所有的北约成员国。毫不夸张地说，这里就是俄罗斯插在北约的一根钉子。对于该地，俄方高层曾撂下过一句狠话：为了加里宁格勒的安全，俄方可以不惜打核战。张宏称，此次立陶宛对加里宁格勒搞禁运，本来就是欧盟对俄罗斯底线的一次试探，但看到俄罗斯方面反应激烈，欧盟立刻软化了态度，也就说明此次试探胜负已分，加里宁格勒的禁运问题有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俄罗斯通过表达不满，向布鲁塞尔、向维尔纽斯传递这些强烈的不满，甚至是会有一些言语上的威胁。那这已经发挥到了它预期的作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与欧盟呼吁勿让事态升级相反，美国却在火上浇油。Our commitment to NATO and specifically our commitment to NATO's Article 5, the premise that an attack on one would constitute an attack on all, that commitment on the part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ironclad. 还有美媒吹风指，俄罗斯很可能会为此而不惜一战，或乘势夺取苏瓦乌基走廊这条北约国家与波罗的海3国的关键陆上通道。美不少议员都表态称，北约对保卫立陶宛的承诺牢不可破。不过，北约军方报纸《星条旗报》称，立陶宛惹怒俄罗斯或影响美军在东欧布局，暗示驻当地美军或会被卷入冲突。
美国陆军将军罗伯特·杰斐逊甚至直接要求将立陶宛逐出北约。他认为，由于立陶宛对加里宁格勒实施封锁，可能面临第3次世界大战。为避免美俄爆发冲突，立陶宛在北约的权利应被终止。当然，美西方可能现在并不愿意在此时看到立陶宛又去挑动这样一个俄罗斯的神经，但是立陶宛他现在这么做了，美西方只能对他表示支持。当然，美国也可能利用立陶宛的这样一个举动，可能会未来继续的来怂恿他，或者是提供更多的援助。但是我觉得也正因为如此，如果立陶宛他的行为如果真的过火的话，那么美国很有可能也会包括对他的这个武器采购，包括对他的这样一个军事支持，可能也会采取一个比较消极负面的态度。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双方博弈的一个过程。从6月23号开始，美欧国家开启一系列峰会，从欧盟领导人峰会到7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再到北约峰会，核心议题呢，当然都是俄乌冲突。可是美国官员又一再强调，不会忘记关注中国。金先生他们在欧洲开会，而且呢，欧洲已经是战火连天了，他们还要硬扯上中国议题，这到底是想干嘛呢？最近那个你观察啊，从5月份以来吧，就是美国主要的官员，包括拜登总统本人吧，一直在提醒这个他的盟友还有世界，说虽然有俄乌冲突，那个美国在欧洲遇到了压力，战略压力，但是啊，中国还是主要对手。原因很简单，是吧？中国比俄罗斯强大的多，他一定要关注中国，而且要借力这个盟友，因为他现在1对1跟中国较量啊，他可能没有信心了，所以他一定要依靠他的盟友体系。那么现在他肯定要把他的这些班子啊，就是他的那个团队的调动起来，所以在这个3个峰会上，中国肯定是不在场的一个主角，他们都会要把这个。就整个他那个团队，他那个体系动起来，用体系跟中国来竞争，这是一个既定方针吧。这次北约开峰会啊，还把亚太地区的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叫去了，这是什么意思？今后北约会转向全球吗？尤其是第一步，北约会东扩到亚太地区来吗？这是一个危险的动向吧。我们都说北约呢，它是冷战时候成立的，对吧？然后是为了应对所谓当时的苏联威胁啊，那么现在苏联都没了，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那么它现在不仅没有消失，还扩大，那它也就是它的这个企图吧，他认为他的使命就扩展了，就全球化了啊，这个对全球安全是个威胁啊。虽然世界上很多人很担忧啊，也表达这个担忧，他不为所动，好像北约继续扩大。特别要扩大到咱们亚太，好像是一个大的方向，所以这一次大家就看到了，这一次北约峰会就请了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那个领导人去了，对吧？那么当然目前呢，他只是让这些人列席啊，那以后会不会制度化呀？这个危险是存在的，这个必须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吧。1/3都不到的体量，凭什么代表全世界？向全球扩张图什么？被你美国欺负吗？给你军火商赚钱吗？北约就是个化石，就是个冷战时候的化石，就有点像欧美电影里面那种僵尸，是风化的，注定是要被风吹掉的。现在就用各种方式在那儿吸血，给自己续命。冷战结束以后，北约的根本是什么？它是个军事同盟，但问题是北约的武力十分之拉胯，武备废弛，根本就没有做好系统性的准备。现在重新要把松弛了30年的肌肉练回来，他以为3天就能练回来，就没有的事儿。所以现在就是个虚张声势的这种互相抱团取暖，半夜走夜路给吹口哨给自己壮胆。北约就是那口哨，听着很大，但其实也就是吹的人自己信有效，就在那折腾。如果北约真的要东扩到亚太地区，能够得到这一地区国家多大的呼应？从目前看呢，这个东南亚和南亚的印度还没有这个想法，而且北约也没有伸出这个橄榄枝啊。这个主要还是他那个亚太的传统盟友，这个有兴趣，而且他已经发出邀请，所以呢，从纯军事角度来讲呢，意义并不是很大。原来美国在这个地方依赖这个几个传统盟友，真的以后北约、欧洲盟友，我估计他也顾不过来，因为他们跟这个俄罗斯博弈已经累得够呛了，对吧？心理作用大，实际军事意义不大。但是这个事儿本身对我们的地区安全肯定是一个很负面的一个事儿。
对于北约来说，我说实话，今天的北约无非是什么？无非就是给美国增加一点莫名的心理上的优越感。北约的就除了美国以外的北约成员的武力，我用不值一提来说嘛，好像有点太看不起他们。但是你真的放在全球尺度上来说，我就说一条，除开美国，北约其他成员国有全球战略投送能力吧？全球的投送力量，你要么靠海军，你要么靠空军，这两条恰恰是北约其他成员国的弱项，也就是美国了。然后德国人弄艘船到南海来逛一圈，还提前2个月跟中国大陆这边，跟中国的外交部去讨论这个路线的问题，避免触怒中国，担心他的大众那些企业在中国的生意。英国那艘船跑到这儿来一趟，又是漏水又是故障，大家都担心你是来碰瓷儿的是吧？过来我还没拦呢，你自己先沉给我看。就这种东西，哎呦，都是一群还怀念着当年啊大老爷们坐着这个3桅帆船这个风帆战列舰啊，这个日德兰海战的蒸汽船跑到这边来，咣咣就布武全世界的这种，算了，真的，一群画师和古董，算了。其实啊，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你要对付别人，别人就会对付你。中国是不挑事，但是也不怕事。北约如果真的要东扩到亚太地区来，或者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军事同盟，沦为美国的霸权工具，中国应该如何做出反应呢？金先生，我的理解大概就是这样。我们首先反对，因为这事儿确实不好啊，然后会做一系列的外交工作，是吧？这个，然后呢会加强中俄合作，然后会加强自身的力量，哎，这几方面做好了，那北约亚太化呢，它的影响就比较小了。取决于他做什么行动啊。你说日本这个去了北约，成了北约成员，哦，那你去好了。那我钓鱼岛该怎么弄还是怎么弄啊？东海还该怎么弄还是怎么弄啊？台湾我要统一的，我还是要统一啊。就是你在政治名分上加入北约，那是你自己去玩这个文字游戏。真的，你把北约的爪子伸到亚太来，你试试看。所以我觉得呢，对北约这件事情呢，中国人不要自己吓唬自己，太把它当回事儿。就你当然不能不把它当回事儿，它毕竟是个北约，对吧？但它实际上也就那么回事儿。应该向全世界更有力的通过不同的途径表明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从对外传播到实际行动的共同的努力，让世界看到我们和美国是不一样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可能尽量的去抵消美国在整个亚洲乃至世界的这种霸权影响。近日，美欧国家高层会议不断。6月23日至24日，欧盟峰会举行。紧随其后，26日至28日，7国集团峰会在德国巴伐利亚州埃尔茂举行。压轴的则是29日至30日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美国总统拜登将先后出席G7峰会与北约峰会。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北约峰会首次纳入了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新西兰4个亚太国家。美方官员透露，峰会上还将讨论涉华议题。北约的新战略构想中，中国也将首次被点名。有媒体质疑，北约东扩已经搞乱了欧洲，现在是否又想插手亚太了呢？6月23日，为期2天的欧盟夏季峰会在布鲁塞尔开幕。欧洲理事会在当晚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同意欧盟委员会的建议，给予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欧盟候选国地位。对于欧盟刚刚给予的这个重大利好，乌总统泽连斯基的表态看起来却似乎没有那么兴奋。毕竟，即便获得候选国地位，也不意味着一定能加入。土耳其以及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北马其顿和黑山等几个巴尔干国家早已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等待多年，仍未正式加入欧盟。特别是土耳其，早在20多年前就获得了这一地位，但欧盟至今没有接纳它。此前，乌克兰曾呼吁欧盟启动新的特殊程序，迅速吸纳乌克兰，但欧盟在3月举行的峰会上排除了乌克兰火线入盟的可能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欧盟内部各怀鬼胎，一些西欧国家担心乌克兰加入会导致欧盟的权力平衡进一步向东偏移。
还有一些国家担心乌克兰加入会分走大量欧盟预算。葡萄牙总理科斯塔甚至明确表示，处于交战状态中的国家不符合加入欧盟的条件。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战略研究和预测研究所副所长尼基塔·达纽克说，乌克兰的经济已完全崩溃，布鲁塞尔不愿背上如此沉重的包袱，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将是欧洲人自己。无论从这个政治上也好，经济上也好，还是在这个安全上也好，乌克兰现在离欧盟的标准还非常的遥远。而且对于欧盟来说，如果说真的要吸纳乌克兰加入的话呢，它肯定要付出非常多的这个成本，尤其这个经济上啊，那么安全上，乌克兰现在这种状况，我认为，欧盟呢，不太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真正的吸纳这个乌克兰来加入啊，所以现在这个候选国这个事儿呢，基本上还是一个政治姿态。就在北约不断利用乌克兰问题渲染俄罗斯威胁论之际，俄罗斯国防部方面25日表示，俄军继续使用高精度武器摧毁多地乌军设施，同时在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支持下，卢甘斯克武装已经完全控制北顿涅茨克市。当地时间6月26日，乌克兰方面发布消息，基辅和基辅州遭大约14枚导弹打击。基辅市长维塔利·克利钦科当天指责俄罗斯对基辅发动袭击是在北约峰会召开前威胁乌克兰人。针对乌方宣称俄罗斯空袭了乌克兰基辅的平民公寓楼一事，俄罗斯与假新闻做斗争网站称，俄军此次空袭的目标为阿尔乔姆军工厂，俄军导弹命中了该工厂，而位于工厂前方的公寓楼顶部则是被乌克兰方面的防空导弹所攻击，所以大楼被破坏的部分仅仅是在顶部。随着乌克兰在俄乌冲突中逐渐失利，一向力挺乌克兰的西方集团也开始出现紧张迹象。当地时间6月26日，英国首相约翰逊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现在不是放弃乌克兰的时候，七国集团将对其进行更多支持。据悉，约翰逊计划在这次峰会上敦促盟友继续支持乌克兰。英国相信乌克兰可以获胜，但担心他可能会被迫达成一项糟糕的和平协议。另一方面，随着冲突继续，乌军也持续消耗大量的军援物资，西方面临是否增援的艰难决定。不过，应乌方要求，拜登政府准备向乌克兰提供更先进的火箭系统和弹药。6月以来，拜登政府已宣布额外向乌克兰提供10亿美元军事援助，以及4.5亿美元军事援助，包括运送额外的榴弹炮、弹药和海岸防御系统。为了进一步扩大对俄制裁，当地时间6月26日，美国总统拜登表示，美国和其他7国集团成员将共同禁止从俄罗斯进口黄金。据悉，该决定将于28日正式宣布。除了黄金禁令，此次G7峰会还将讨论有关替代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进口的方案。G7东道主德国总理舒尔茨表示，今年的G7峰会就是要在乌克兰问题上传达北约和7国集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的信心。德国《明镜周刊》透露，德国联邦经济部或正考虑重启北溪2号。不过，所谓的重启是德国政府计划将其境内的北溪2号管道部分国有化，然后与波罗的海液化天然气终端相连接。这显然不是俄罗斯愿意看到的方式。而俄方表示，如果德国采取具体行动，将面临法律问题。此外，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日前表示，北约将在马德里峰会上把俄罗斯称为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并宣布俄方不再是北约的伙伴。他也提出，中国的强大会对北约安全构成挑战，这也意味着北约的新战略构想将会首次涉及中国。针对中国呢，他可能会首先在他的文件里边啊，可能会对中国有一个说法，或者说有一个定位。那么会提到一些所谓的来自中国的这个威胁，这是一个在文本上表达一种北约的一种政治的姿态。那么同时呢，在这个军事战略部署方面可能也会加强一些和亚太国家的合作包括这个美国在亚太的盟友日本澳大利亚等等这些国家的这个合作，这是他可能做出的一些动作。至于说具体的有没有针对中国的一些特别具体的军事的部署，我认为现在难度还比较大。分析认为，北约在会前放出风声，将俄罗斯称为全球威胁，同时又渲染中国可能带来的所谓挑战，其拉拢盟友、企图孤立中俄的本质已暴露无遗。美国它现在这个重点开始从这个欧亚大陆的西翼往这个亚太地区来
转移啊。那么北约在这其中，就是在美国的设计中呢，也要发挥一些作用。而且呢，这个北约从它这个组织来讲，它未来要继续的发展，那么也要去回应啊美国它作为这个北约盟主的这样的一些需求。所以呢，确实，我们看到现在北约啊试图在这个亚太方向，拓展一些它这个所谓的这个存在啊，这是一种实际上是北约为了这个服务这个美国霸权来做出的这样的一种调整。北约邀请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亚太4国参加峰会，也引发了各界广泛关注。据悉，这4国领导人还将在北约峰会上发表数分钟的演讲。韩媒报道指，韩国总统尹锡悦将在北约峰会上发表3分钟演讲，内容主要针对朝鲜半岛。此外，他还打算借此次峰会积极推动韩国出口，包括推动韩国核电站向波兰、捷克出口，与波兰进行防卫产业合作等。不过，韩方也强调，这不意味着韩国将转向反俄、反华政策。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在宣布参加北约峰会时表示，新西兰一直是北约的合作伙伴，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尽了自己的一份力。但他声称，新将专注于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寻求外交解决方案，似乎是有意避免对北约峰会上的其他议题发表看法。新政治评论网站 Newsroom 批评称，新西兰一直专注于缔造和平，而不是制造战争。但令人不安的是，在新西兰成为无核国家并退出美澳新安全条约35年后，新西兰再次回到美国的防御伞下。这两个国家在经贸上啊，跟中国还是有很多的往来，特别是这个韩国啊，经济上、政治上，跟中国的这个关系还是非常密切的。那么，中韩的贸易额也是非常的高啊。还有在这个朝鲜半岛问题，包括这个朝核问题上呢，韩国也是要和中国来进行对话与合作的。所以呢，对韩国啊、新西兰这样的国家来说，在它和美国的盟友关系啊继续得到巩固的这个基础上呢，那么它也要维持好和中国也好，和其他世界上一些大国的这样的关系。据朝日新闻报道，岸田文雄是首位出席北约峰会的日本首相。出席此次北约峰会对日本来说是一个重要机会。报道援引日本外务省官员的话称，如果岸田不出席北约峰会，就会被质疑日本在应对俄乌冲突问题上是否与美欧保持一致。如果这样的话，今后当日本安保遭遇台湾有事时，就难以向西方国家求助。目前，澳大利亚政府并未透露总理阿尔巴尼斯会在北约峰会上讲什么。澳大利亚人报称，阿尔巴尼斯此次出席北约峰会是重塑澳大利亚与北约关系的重要机会，为澳大利亚在北约争取一个高级席位，还推动北约参与到中国问题中。这个日本也好，澳大利亚也好，从他们的角度来讲，当然，发挥，这个在美国对华博弈中啊，发挥他们自己的作用，是他们自身展现对美国价值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对日本也好，澳大利亚也好，他们跟中国之间呢，还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我认为啊，他们也不会在所有的政策上都跟美国亦步亦趋。外界普遍认为，北约邀请日韩澳新4个亚太国家与会，是想展现出其对于亚太地区的重视程度。事实上，无论从安全环境、地区格局还是战略文化来说，北约和亚太都扯不上什么关系。但近段时间以来，出于美国的战略需要，北约正在试图激活并提升它的伙伴关系网络，从而介入亚太地区的安全事务，改造地区安全格局。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也明确指出，北约是冷战产物和美国主导下的全球最大军事联盟，是美国维护霸权、操控欧洲安全格局的工具，同时代发展潮流背道而驰。北约声称自己是防御性组织，却肆意对主权国家发动战争，导致大量平民丧生，数千万人流离失所。北约已经搞乱了欧洲，不要再搞乱亚太，搞乱世界。北约明明是北大西洋军事组织，近年来却跑到亚太耀武扬威，试图把欧洲集团对抗的套路复制到亚太，此举十分危险，必将引发亚太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